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长寿是人人都向往的一件事情，自古以来就有许多人在不断地寻求长寿的秘诀，就连皇帝也不例外。历经数千年，科学家们终于窥得其中的一些奥秘。美国国立衰老研究所科学家朱莉·马蒂森以及同事对多项的研究结果综合分析，认为只需要降低进食量就能够延年益寿。美国塔夫茨大学营养专家苏珊·罗伯茨以及研究小组对218名21到50岁的参试者研究发现，食物摄入量减少 25% 的人，血液中的好胆固醇明显的升高，肿瘤坏死因子减少 25%， 胰岛素抵抗降低 40%， 人体血压更低。简单的说，这项研究表明只需少吃一点，不仅寿命轻松能够延长20年，而且还没有衰老的迹象。那下面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吃太饱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危害。一、吃太饱惹出多种病，吃得少一点就能够活得长寿与健康。科学家已经花了数十年的时间研究，得出了结论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吃太饱会引起什么样的严重后果。一、吃太饱容易惹来癌。当人体摄入的蛋白质或者是脂肪过量，会给消化系统带来负担，而不能被很好消化的食物会长时间的滞留在肠道中，很容易就会产生一些毒素，甚至致癌的物质。另外，吃得太饱会造成抑制细胞癌化因子的活动能力降低，增加患癌的概率。二、吃太饱容易老年痴呆。吃太多，大脑中会大量的产生一种叫做纤维芽细胞的生死因子，它会使脂肪细胞和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增大，促使脑动脉硬化，抑制血氧供应不足，脑缓慢萎缩以及脑功能退化，最终会导致痴呆，从而缩短人的寿命。日本有关专家还发现，大约有 30% 到 40% 的老年痴呆病人在青壮年时期都有长期暴食的习惯。三、吃太饱容易伤肾伤骨。饮食过量会伤害人的泌尿系统，因为过多的非蛋白氮要从肾脏排出，势必会加重肾脏的负担，还容易造成骨骼过分的脱钙，患骨质疏松的概率也会大大的提高。四、吃太饱容易早衰。吃进去的食物在体内经消化、代谢、氧化产生能量，但机体氧化反应中还会产生有害化合物自由基，它能够导致细胞损伤、动脉血管硬化，从而引发疾病、衰老甚至死亡。人体摄入的能量越多，产生的自由基就会越多，人体老化的程度就会越快。相反，少吃可以减少自由基的产生，从而延缓衰老。五、吃太饱可能会导致糖尿病。通常的情况下，人体对吸收的血糖会能够在短时间内做出迅速的处理，使血糖控制在一定的水平。则血糖浓度过高，超过限定值，就有可能会出现糖尿的现象，就会加速人体糖耐量的降低，长期以往就会导致中老年人容易患上糖尿病。六、吃太饱容易伤胃伤肠。如果胃始终处于饱胀的状态，胃黏膜就不易得到修复的机会，胃大量的分泌胃液，会破坏胃黏膜屏障，产生胃部炎症，出现消化不良的症状，长期以往还可能会发生胃糜烂、胃溃疡等的疾病。此外，台湾科学家发现，脂肪堆塞在肠道内会造成肠阻塞，大便黑色带血。七、吃太饱容易引发肥胖。现代人常吃的高脂肪、高热量、高蛋白的食物，消化起来更加的困难，多余的营养物质堆积在体内，其后果就是肥胖和一系列的富贵病。专家指出，无数的科学研究证实，肥胖会带来包括心血管疾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脂肪肝、动脉硬化、胆囊炎等，再加上由此带来的并发症可能会达到上百种，非常的可怕。那这里有人会说，如果连吃饭都不能尽兴，那么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呢？其实不然，能够克制自己的口腹之欲，获得健康，才会有更长久、更持续的乐趣。二、饭量减1/3，怎么个减法呢？不是说让大家不吃，而是7分饱。一般来说，这种感觉就是7分饱，觉得胃里还没有装满，但可吃可不吃。
当然，依靠感觉的判断，前提是不要吃太快。人们摸索自己吃分饱的饭量，需要一个不断的感受。调整的过程有一个标准需要牢记，那就是如果吃饭的时间相对规律固定，这顿饭吃了7分饱，第二餐之前是不会提前饥饿的。一、饭前喝汤。饭前喝汤有助于减少食欲，因为汤到胃里后，饭占据容积，还可以通过胃黏膜迷走神经，反射到食欲中枢，使食欲下降，食量自动减少1/3，饱腹感提前出现，形成习惯。2、细嚼慢咽。吃饭一定要慢，让大脑传递饱胀信息需要20-30分钟的时间，因此吃得慢一些，意味着大脑意识到吃饱时，你所摄入的食物相比平时少。3、不要怕剩菜剩饭浪费，有的人已经吃7-8分饱了，可看到那么好的饭菜剩下太浪费了，就又拿起筷子想把它打扫干净，殊不知这一打扫肯定就吃得太饱了。4、吃完应该马上离桌，有的人吃得差不多了，坐在那里还不走，看着桌子上的好东西控制不住就又吃了，这样就肯定会吃多了。5、多选择含纤维和水分较多的食物，蔬菜、水果、全谷物食物和汤，这些食物可让人填饱肚子，因为它们占用了更多的胃部空间，避免食用大量低纤维的干食，如椒盐卷饼和饼干。这些食物容易吃得过多，而你却不会感觉到饱。通过长期的减食，可以让人的心脑血管、肝、肾、免疫力系统走出误区，进入良性循环，最终达到长寿、延缓衰老、对抗疾病的目的。3、8大黄金吃饭法则。1、2餐间隔4到6个小时。吃饭对于时间的把握很重要，如果2餐间隔的时间太短，刚吃完上顿还没来得及消化，就是下一顿，影响肠胃和消化。最佳的间隔时间是4到6个小时，这恰好是混合食物在胃里面停留的时间。2、不要狼吞虎咽。一般早餐所花的时间以15到20分钟为宜，午晚餐以30分钟左右为宜。3、每天尽量吃12种以上的食物，食物多样是平衡膳食模式的基本原则。每天的膳食应该包括谷薯类、蔬菜、水果、畜禽、鱼、蛋、奶、大豆、坚果等的食物。平均每天尽量吃12种以上的食物，每周25种以上。4、喝汤也要吃肉。对于煲汤，很多人说营养全在汤里了。其实无论是鸡汤、肉汤还是鱼汤，汤的蛋白质含量远不及里面的肉。要想营养均衡，喝汤也要吃肉。5、食物换着吃。在选择食物时，同类型的食物我们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换换。比如你今天吃米饭，那么我们明天可以换吃面条，而后天又可以吃一些小米粥、全麦馒头等。比如猪肉、牛肉、鸡肉、鸭肉等都可以互换，鱼虾蟹等可以互换，牛奶、酸奶、奶酪等都可以互换。尽量在一段的时间内，以保证品种更换多种多样。吃饭不要趁热吃，食道是一个进食温度是10摄氏度到40摄氏度，耐受高温不超过60摄氏度。一旦食物温度超过了65摄氏度，便足以烫伤食道黏膜，时间久了便会诱发食道病变。所以热食、开水等的食物应该放置几分钟，等温度降低到60摄氏度以下再吃。7、饭后甜点要少吃。不少人习惯饭后吃一点甜点，但甜点的热量高，会额外的增加能量摄入，容易造成肥胖，不利于身体的健康。8、饭后先休息半个小时。很多人喜欢饭后立马就去散步、运动等，其实很多事情并不适合在吃完饭后立即就做，包括吸烟、洗澡、运动、喝浓茶和开车等。饭后半个小时内还是以休息为主。我们可以做一些小幅度的运动，比如擦桌子、扫地等。老话常说，吃在7分饱，健康活到老。若要身体安，3分饥和寒。科学家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，用数据证明了这一点。饭量减1/3，多活20年。由此可见，控制进食量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。
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